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如果能了解他所有性格形成的原因，他就拥有了一眼看透别人过去的能力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心理学上的人格发展理论。人格发展理论呢，其实也分很多种。那我们今天聊的呢，是我认为最全面、最有对照感的一种。它是美国发展心理学的专家埃里克·霍姆伯格·埃里克森在1950年提出一个概念，叫做心理社会发展8阶段。他就认为呢，每个人的人格形成原因呢，其实都来源于人生中的8个不同的阶段。那这8个不同的阶段呢，也就相当于8个不同的年龄段嘛。那这8个年龄段每个阶段它都会有一个对应的需求。那如果说这个需求被很好的满足了的话，这个人的身上就会出现8种美德，分别是希望、意志、目的、能力、忠诚、爱、关怀，还有智慧。那如果说没有满足到位的话，就会出现8种负面的能量，分别是缺乏安全感、自我怀疑、畏手畏脚、自卑、决策混乱、孤独、混日子以及绝望。那这8个阶段呢，分别是0到1岁的婴儿期、1到3岁的儿童早期、3到6岁的学前期、6到12岁的学龄期、12到20岁的青少年期、20到40岁的成年早期、40到65岁的成年中期、65岁以上的成年晚期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是个在世的人，你都能找到对应的年龄段。那你了解了这个以后呢，你也就知道了你性格大概是怎么样形成的。那当你看到你形成的原因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修复那段关系，改变你的性格，不用去看心理医生了。那同时呢，你也可以通过别人身上的一些性格，就知道他的过去是这个需求没有被满足，在什么时候没有被满足。那因为这个理论，它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必须要具备的知识。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时期，0到1岁的婴儿期。那这个时期的人有一个核心的需求，叫信任 vs 不信任，就是说他这个时期处于一个状态，他在质疑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世界。说白了就是确认一下出生点是否安全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不了解这个世界，那这个时候我自己又没有能力去解决我的需求，我就需要别人来照顾我。我有的时候冷了，有的时候热了，我需要你及时看到我的需求。我有的时候想喝奶了，我只能哭，我不能说话，我需要你立刻看到我。那我能不能被及时的看到并且满足呢？也就代表了我认为这个世界是不是以我为中心的，我认为这个世界是不是个安全的。如果说我被及时满足和看到了，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非常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清晰表达出来我的需求，也就是说我没有做对什么事儿，我的需求还被满足了，那就代表这个世界很安全啊。这就是一个想啥来啥的世界啊。所以它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，叫希望。这个希望这个品质有多重要？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乐观的人，其实完全取决于这个。一个乐观的人，他首先要有安全感，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不伤害他。你看很多人在我们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特质，就是他明明生活过得其实不是那么好，然后手里也没有那么富裕，可是他就是不害怕花钱，因为他老是觉得钱是够花的，他花了就能有新的，就是他对世界是没有恐惧的。可能就是他在这个世界非常具有安全感，他被及时的满足了需求。那反之，如果说你不能被及时满足的话，你就会认为这个世界都是不好的，你会非常的有不安全感和恐惧感，因为你都已经很用力的哭了，你努力过了还是没有得到结果，你就认为这个世界努力都没有用，而且你很怕没有人来爱你。这个在爱情里依恋关系的模型其实也能看得到，就有一个人格叫做焦虑型依恋。这个焦虑型依恋呢，就是这个时期有问题，他就认为我的感情、我的生活、我的一切可能都随时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，我需要及时的向你表达我的需求。就比如说他会发很多的消息来轰炸你，你如果说看到这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啊，你自己回到了这个时期，然后告诉自己，你这个世界是安全的，我是值得被爱的。父母他可能只是听不懂你说的话，就是你只是在哭。那我们讲第二个时期，就是1岁到3岁的儿童早期。这个时期的核心需求叫自主 vs 羞怯怀疑，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孩子呢，开始出现一个东西叫做自我，就是你会发现他在很小的时候他是不会说我这个字的，但是到了这个岁数他就开始说我怎么样，我想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就他出现了我的概念，也就是自我的概念。那这个我的第一个需求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想自己做些事情，就是你会发现他可能想自己走路、自己吃饭、自己穿衣服。你给他喂饭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会抗拒，他就想自己来拿勺子吃，他想模仿大人。可是这个时候有个问题，就是他自己弄的时候会弄得非常的脏。就比如说他吃饭啊，他自己吃饭弄个小勺，可能弄一地一桌子，然后大人看着会很难受，非常恶心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做？我相信大部分家长都会选择就不让他自己来。那如果说你这么做的话就错了，因为他这个时候的心理需求就是希望自己去尝试做一件事儿，做了他就会得到一个东西叫做主见，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意志。那如果说你干涉了他的行为的话，这个人会变得非常没有主见。你会发现有些人啊，他在人群中就是没有主见，就是你行我也行，你 OK 我也 OK， 你不行我也不行。但是你说人他是能没主见的吗？人一定有主见，只不过他不说而已。他觉得我说了以后没什么好果子吃嘛，那他觉得我说了以后有人给我打断，也不一定有人来打断他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害怕，因为他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了，他就害怕发表自己的见解。所以说你看到那些有主见的人，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家长允许他做了一些自己做的事情，即使是失败，他就拥有了自主意识的能力。那什么叫自主意识呢？就是我失败了我都愿意
意做，那是我来决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加一个我一定要成功才去做的话，那就不是自主意识，这个叫什么？叫投机意识。那我们来到第3个阶段，就是3岁到6岁的学前期。这个时期的核心需求叫什么？叫主动 vs 内疚。啥意思？就是他这个时候在意的是什么？是我能主动做点啥。其实和上一个时期很像啊，但是和上一个时期区别是什么呢？区别在于这个我能主动做点啥是有目的性的。就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事儿以后呢，我能得到一个好处才叫目的。就比方说我以前去做一个事儿，可能只是我的一个意识决定的，我就没有一个目的。但是我现在做，我希望你来夸我，就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正反馈，我希望这个世界对我能有反应。你看人为什么要知道去哪里，他才有目的感？因为我知道我去了以后能得到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目标感。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会干嘛？他会瞎折腾，就是他会自己尝试做饭啊，然后自己帮你干活啊。虽然他啥也干不好吧，所以他只是希望得到你的一些表扬。就比如说什么宝宝真棒，你能把这个事儿做好，就是他希望得到一个正反馈。如果说他得到了正反馈的话，他的潜意识就会认为我定一个目标，我去达到了，我就能得到好处，他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，他会变成一个目标感比较强而且能承受打击的人。那反之啊，如果说大人在他做事的时候打击他，就比如说你别在这添乱了，我们不需要你，就这种话，他就会觉得只要是我想做的事儿就做不好，他的目的性、自主性就会消失。因为我就算做了也没什么好处嘛，所以我干脆就不做，我就随波逐流 OK 了。他可能就会变得有点避世啊，就有点小透明。你看这些人他就会说什么，就是你做了有什么意义啊？你做了什么有什么用吗？就有这种人啊，那能怎么样啊？你做了以后就是这种感觉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快乐。那第4个时期就是6到12岁的学龄期。那这个时期的核心就是勤奋与自卑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一个心了，叫攀比心。他在这个时期就开始跟同学比，比什么？我是不是比他强？比什么？老师是不是会更喜欢我一点？这个我是不是长得比他漂亮一点？就是他开始希望怎么样？希望通过外界的参照来确认自己是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开始自卑了。一个自卑的人，他是需要通过外界的对比，从而超越自卑的。他就会为了去比别人强而付出努力，也就是勤奋。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我比别人强的感觉，你就会认为自己是个优秀的人，你就会有一定的能力上的一个优越性。那这个能力上的优越性呢，它虽然有点攀比啊，但他在未来他也不一定是个坏事，因为他的自信会让他踩坑，会让他吃亏。可是他在感觉上，他还会认为我是一个 OK 的人，我能战胜别人，即使我现在打不过你，我未来也能打过你，我有这个站起来的勇气，他会有这个感觉。那认清现实以后，他就开始脚踏实地的去夯实自己的实力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自信。就是说我能输得起，这个是自信。那很多人他为什么输不起？就是因为他心底里都没有认为自己是个强者。如果说他在这个时期没有比过别人，得到能力上的优越感，他就会自卑。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生活中有些人，他什么都说自己不行，其实我们看他是可以的，可是他自己就是觉得自己不行，导致这个能量就很低，别人也会慢慢觉得他就不行了。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自卑而自负，他就到处去装逼，结果他的内心极其的脆弱，被打击一次就站不起来了。所以这个时期，如果说有家长在听的话啊，尽量让你的孩子去多进行多领域的尝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他是有天赋的。庄子就说呢，福茎虽短，续之则优；鹤茎虽长，断之则悲。就是说野鸭子它的腿它就是短，鹤的腿它就是长，你不能够强行去变，你要把它们放到适合的领域去发挥它。那如果说一个人能在一个领域上找到自信，其实也就够了。那来到第5个时期，就是12岁到20岁的青少年期。那这个时期的需求在于统一性 vs 角色混乱。他这个时期在思考什么呢？就是他在找自己到底是谁，我到底是谁。因为他的自我已经慢慢的发展成型了。可是自我成型了以后呢，他需要一个定义，他需要定义这个自我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到底未来想成为钢铁侠，还是想成为蝙蝠侠，还是我想成为什么科学家？就是他要找到自己到底是谁。如果说他找到了自己是谁，他就拥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品质，叫忠诚。那你肯定很纳闷啊，就是说为什么找到自己就会忠诚呢？因为忠诚就是我愿不愿意为了我的身份而去付出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认不认为他做的事情是为他自己而做的，全来源于他对自己的身份是如何定义的。就比如说吧，你是个母亲，你对孩子付出，你会觉得理所应当，对不对？就你认为这是很合理的。那如果说你认为你不是他妈呢？那你说我凭什么给你付出啊？我又不是你妈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所以说，当一个人认为我是个牛逼的人物，他就理所应当的会去做什么牛逼的事儿。他认为我啥也不是，他就理所应当做啥也不是的事儿。但是大部分人他的悲哀在于什么？大部分人甚至都不会认为自己啥也不是，他都搞不清自己是谁。就是大家都考大学，那我也考大学；大家都考公，我也考公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，反正大家都做我就做了。这个就是说他在12到20岁的时候没有找到自己是谁。那我们怎么要找到自己是谁呢？就2种方法，一种叫做身份认同，就是说你的父母从小到大给你在这个时期对你的一个定义，就是说我的孩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，还是我的孩子就是一个快乐生活就可以的普通人。他赋予了你一个使命感，你也觉得我可以堪当这个重任，啪一下你就定好了你的志向，这个志向就立住了。那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向往成为什么人。你如果说跟你的偶像产生了共鸣以后呢，你也就会慢慢的朝着你这个偶像去铆定你是谁了。那最差的结果就是大多数人的结果，
你可能完全活在别人的要求中。这个人他就找不到自己是谁，因为我的行为我都不是自己愿意做的。你让我干这个我就干这个，我干脆全程都在用一种什么叫对抗性的方式，只不过这个是软对抗嘛，就是我胳膊拧不过大腿，那我就不拧了，但是我也不太愿意，我就这么来。你像很多大学生都是这样，就是你让我考大学我就考呗，但是他其实不是很愿意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他就考了。那上了大学以后呢，他就自由了，就开始瞎玩了，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是谁，他不知道要去哪儿。你看马斯克他进了斯坦福以后2天就退学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，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他才能每一步都这么清晰。那第6个时期，也就是20到40岁的成年早期，这个时期的需求呢是亲密 vs 孤独。你看这个时期它就是非常长嘛，20到40岁非常长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你的自我呢，其实已经在之前的这个5个阶段里面全都构建的差不多了，你的性格也就差不多了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差不多了。那这个时期你要去做的是什么呢？是怎么让你这个性格的人能融入这个世界？就你会发现，当你成年了以后，你身边的朋友就没有办法那么真诚了，对不对？你也没有办法用你原来的样子去示人了，你很多时候都要戴面具，所以我们就很难的找到和我们性格匹配的人，即使找到了，他也很难长久在一起。就你要知道，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真诚的相爱呢？因为他被伤过。就你18岁的时候找了一个女朋友，或者说你找个男朋友，你的性格是我认为爱情就应该轰轰烈烈，或者说我认为爱情就应该什么忠贞不渝，结果对方对爱情平平淡淡还出轨了，然后你从此就认为什么爱情不值得，就是说你自此就认为这个世上所有人都是个坏人。但实际是什么？就是你这么想了以后，很多人也会这么想，对方也会这么想。那难道你们都是坏人吗？其实你们都是一种人，只不过你们的性格不同，对爱的定义也不同。也就是说，你们之前的这5个阶段它是不同的，但是你们同样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可信的，因为你们都被伤过了。所以你需要去学会什么？是如何爱自己。那你想要学会爱别人的话，就现在爱自己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你认为爱的方式是什么？是打是亲，骂是爱，那你就会打你的另一半。你的另一半如果这个时候认为打不是亲，骂不是爱，你俩就崩了，那你还会认为他伤害了你呢。所以说你要把爱的这个概念先搞懂，你也就获得了一个什么美德，叫爱。那反之，如果说你不需要爱，你也不想社交的话，你就会进入一种叫孤独的状态。为什么孤独？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可信，我觉得我一个人挺好的，我跟别人在一起就受伤害，我跟别人在一起我就不能自由，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性格，你就会孤独。好的关系它是什么？它是2个爱自己的人碰到一起了，它是锦上添花，而不是说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碰到另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，然后2个人互相的吸血，就是索取。所以说这个时期你要学会的是如何去爱自己。那下一个时期就是40到65岁的成年中期。那这个时期的核心需求是繁殖与停滞。这个繁殖与停滞说起来好像有点我要繁殖孩子的意思啊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能为世界带来点什么，就是他这个时候开始追求我在世界上的具体价值了，就是我已经这个岁数了，我能不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呢？那如果说他那个时期拿到了成就，他自己是个满足的状态，他就会开始获得一个特质，叫做什么？叫关怀。那他为什么会关怀呢？因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有用的人的话，他会开始经营自己身边的世界。什么意思？就如果说我是个很好的人，我的生活很好啊，我也很富足，我会不会想让我的家庭变得很好？我会吧。那我想让我的孩子也变得很好，我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，我要把我的幸福去扩大，你就开始主动的去关怀你身边的人了。而且你不一定要回报，你把他们当成是自己了，你就不要回报了。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期没有满足你的价值，你觉得我是个没用的人的话，你就会开始觉得我舒服就行了，反正日子就这么过，这个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生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已经对社会失望了，你已经就停滞在这个岁数了，每天就混日子。就你看很多40到65岁的人，每天就喝大酒打麻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用，我干脆就这样就得了，我每天混混日子就可以了，你别来找我麻烦，我也不找你麻烦。他不想去关照身边的人，那这个时候他跟身边人的关系就变了，叫做什么？叫价值交换，就全部的利益化了。因为你不能让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人胸怀大志，他没有这个能量。那最后到一个时期啊，就是65岁以上的成年晚期，也就是说你的最后时光。那这个时候的人的需求呢，就是自我整合 vs 绝望。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期视频叫女性拐点有讲过，就是说一个人他在这个时期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对着日落，他就坐在一个椅子上，他开始回顾他这一生，他脑子里会想2件事，一个是他的遗憾，就是他这一生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原谅自己；一个是他对现在如果很满足的话，他就会开始出现一个东西叫智慧。那你为什么会拥有智慧呢？因为你会发现你过去的这些经历导致你成为了今天这个很好的自己。你想啊，你过去是不是肯定不能一直都很好，对不对？你肯定有些不好的，但是可能是一些不好的特质导致成为你今天的你了。就比如说你是个内向的人，你过去一直以为这个性格不是很好，但是就是因为你内向导致你很敏感，就是你很感性，然后导致你抓住了一个机会，成就了一番事业，然后你现在才能看清楚，原来我是智慧的，就原来我的敏感导致我拥有这些，你就清楚了，原来世界上没有好坏善恶，只有因果，你就了解了人性，你也就拥有了智慧。那如果说你认为我过去全是遗憾，
你就会沉浸在这个遗憾和痛苦里，那你就会出现一个东西叫绝望。为什么你会绝望？因为你有很多多余的欲望，但是你老了，你什么都实现不了了，你家里也不管你，你也走不动道，你现在身体也不好，所以说你就会更加的怕死，但是你一定会死，所以说你会更绝望。所以整个看来的话，其实前5个阶段至关重要，对不对？我前5个阶段导致我成为一个什么性格的人，导致后面我能不能学会爱自己，能不能有目标感。所以说你说为什么命运这个东西我还是比较相信的，就是因为你18岁之前你能决定什么，就是你没有经济独立之前，你的意志不受你控制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但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个能力，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上的特质就是我们人生的课题，你可以根据你的特质去完成属于你单独的使命。那最后呢，祝你关关难过关过，拥有幸福快乐的人生。我们下期见。